2個月，同一家公司，華爾街給出了2次截然相反的定價，一次是送他下地獄，另一次是把他捧上神壇。時間倒回到今年的3月18號，那天美光科技發了一份炸裂的財報，營收同比暴增了 196%， 利潤率直接翻倍。美光的高管在電話會議上意氣風發，直接拍出了超100億美元的新建晶圓廠計劃，要在美國本土大幹一場。結果呢，財報發完，美光的股價不僅沒漲，反而連跌了5-6天，整個3月份最大回撤超過了 30%， 一路逼近320美元的深淵。你再看看現在，僅僅60天之後，5月26號，美光單日暴漲 19%， 市值歷史上首次突破了1萬億美元。瑞銀甩出了一份震驚市場的研報，把美光的目標價從535美元一口氣上調到了前華爾街最高的1625美元，漲幅近3倍。你千萬別以為這是華爾街那幫人在發神經，資本市場從來不相信眼淚，只相信邏輯。這60天裡發生的不是情緒的失控，而是市場底層假設的一次劇烈的更新。今天這期視頻就是把這件事情徹底的撥開來看。3月的市場到底信錯了什麼呢？5月的市場又看懂了什麼呢？把這個邏輯盤明白，你就會發現，這場萬億遊戲已經悄悄把手伸進了每個人的錢包，不管你買不買美光的股票。我們先來拆解第一個問題：3月份的那場暴跌，市場到底在怕什麼？引爆3月恐慌的導火索，很多人認為是 Google 的研究團隊3月24號發布的一篇名為 Turbo Current 的算法論文。這篇論文講了什麼呢？ Google 宣稱，通過這種量化壓縮算法，可以在單次推理場景下幾乎不影響準確率，同時把大語言模型運行所需的內存占用壓縮到原來的1/6。用大白話說就是 Google 發明了一種超級壓縮包，一個原本需要100G 內存才能跑起來的 AI 系統，直接塞進16G 的內存條裡，而且跑得一樣快。這消息一出，華爾街的分析師們立刻往下推。以前大家覺得 AI 模型參數越來越大，物理內存需求指數級的膨脹，但 Google 的工程師靠改幾行算法就能把硬件需求砍掉 83%。那美光那筆超100億美元的建廠錢算什麼呢？那叫產能閒置，叫固定資產折舊，叫財務災難。算法效率的提升就是硬件需求的天花板。於是拋售開始了。這個邏輯聽起來無懈可擊，但 Google 這個超級壓縮包真的殺死了美光嗎？答案恰恰相反，它反而證明了美光不可替代。因為3月的市場用錯了一個分析框架，他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靜態思維錯誤，忽略了就在這幾個月裡 AI 的工作形態正在發生的一次底層突變，從推理時代全速衝入的 Agent， 也就是智能體時代。這是這期視頻最核心的邏輯，你聽懂了就看懂了未來3年 AI 硬件的底牌。推理是什麼？你問 ChatGPT 一個問題，它生成回答，內存激活，用完瞬間釋放，就像一台自動售貨機，你投幣，它吐出一罐可樂，交易結束，內存清零。對這種模式， Google 的壓縮算法確實是神兵利器，但 Agent 完全不是這麼工作的。Agent 是一個在案發現場連續熬夜3天3夜的探案警探。你給他下達一個複雜的任務，比如幫你調研一份新能源供應鏈變化的完整報告，他會自己去調用搜索引擎，爬起幾十個網頁，閱讀大量原始文檔。在整個過程中，他必須死死地維持任務的全部上下文狀態。
第一步收到的線索，第二步排除的錯誤路徑，第三步調用的中間結果，全都不能釋放，因為下一步的推理必須依賴上一步的記憶。那塊記錄所有線索的白板必須越換越大，而且不能擦掉任何的東西，直到任務徹底結束。這就導致了一個反常識的物理定律： Agent 的內存消耗不再是一次性的脈衝，而是隨着任務複雜度的增加，呈線性甚至指數級的持續積累。這可不是理論的推演。即近期對複雜軟件開發 Agent 的壓力測試研究，在長周期的多步任務裡，平均有高達 21.8% 的物理內存被完全過期的工具調用結果死死地佔據。這些東西有個名字，叫廢料。Agent 在第5步的時候，可能為了提取一個參數，調用了一份幾萬字的外部文檔。參數提取完了，這份文檔在邏輯上已經沒用了，但在現有的底層架構下，它無法被自動的清除，就像狗皮膏藥一樣，死死地貼在內存裡。更可怕的是，底層注意力機制需要不斷地回頭看這些歷史記錄。同一段廢料數據會被系統反覆的計算，計算放大率據測試可以達到令人嘖舌的 84.4 倍。這兩個數字你可能覺得有點陌生，但它們指向的結論非常清晰。Agent 在工作時燒掉的內存遠比你想象的要多。這時候你可能會說了，那直接用 Google 的 TurboCurrent 給這些廢料壓縮一下不就行了嗎？行不通的。VLLM 團隊在今年用高級數學競賽基準測試 MI25 做了壓測。當把內存數據極限壓縮到3個比特時，模型在複雜多步邏輯推理上的準確率出現了高達20個百分點的斷崖式崩塌。你為了省內存空間，把數據強行壓縮，在量化轉換過程中會產生微小的數學偏差。在簡單的單次對話裡，這點偏差感覺不到，但在 Agent 這種需要走10幾步邏輯鏈的複雜任務裡，第一步的微小偏差到第10步就會被放大成嚴重的幻覺。你那個超級探案警探被壓縮成了一個邏輯混亂的瘋子。經濟學裡有個著名的傑文斯悖論：當一項技術變得更高效、更省錢，它的總使用量往往不會下降，反而会暴增。因為门檻降低，拉來了海量新用戶，算法效率的提升能壓縮單次推理的內存體積，但根本抵消不了 Agent 的工作流帶來的持續內存積累。況且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把更複雜的任務交給 Agent 去做，這只會讓需求繼續放大。整個 AI 基礎設施對物理內存的絕對採購量不僅沒被算法殺死，反而在不斷創歷史新高。這才是真實世界的物理法則。好，技術邏輯說通了， Agent 確實需要海量的內存，但這依然解釋不了核心問題：憑什麼瑞銀敢給美光喊出全華爾街最高的1625美元的目標價呢？憑什麼華爾街要用看英偉達的眼光，給一家賣內存的重新定估值呢？在過去幾十年，華爾街鄙視存儲芯片公司是出了名的。在他們眼裡，存儲芯片就是大白菜，行情好的時候大家搶購，豐收時大家瘋狂的擴產，然後價格崩盤，一起虧得血本無歸。這種看天吃飯的周期股向來只願意給5倍左右的市盈率。那5月26號，瑞銀為什麼敢直接給美光按15倍的远期市盈率來算估值呢？他們在研報裡白紙黑字的寫着，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美光在估值陳述上應該和英偉達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把一個賣內存的拔高到跟英偉達平起平坐，
底層密碼只有3個字母 LTA。LTA 全稱長期供應協議。面對 AI 算力短缺的恐慌，微軟、Google、亞馬遜這些雲服務巨頭，為了保證自己的 AI 基礎設施不斷供，被迫的跟美光簽下了一種全新的增長型長期協議。對於這些雲巨頭來說，因為買不到內存導致算力中心停擺的損失，遠遠大於多付幾個點的溢價。他們主動用固定合同換取供應確定性，這是風險規避，不是吃虧。這份合同有多厲害呢？美光2026年全年的 HBM4 高帶寬內存產能已經提前100%全部售罄，就連普通服務器內存，全行業也有多達30%的產能被長協死死的鎖定。更關鍵的是，這種新長協包含了部分固定定價框架，通常是2+3或者3+2的模式，前2年價格和數量完全鎖死，後3年即便價格浮動，買方也要保證嚴格的最低提貨量，賣方也有保底的價格鐵線。你聽懂這個金融邏輯了嗎？通過這種固定價格長協，美光從一個靠天吃飯的農產品販子，硬生生的變成了一家收過路費的管道運營商，或者說一家電力公司。他主動放棄了現在價格最高點時宰客的暴利，換來的是未來3到5年穩定清晰的經常性收入。瑞銀在財務模型裡做了一個殘酷的壓力測試，就算到了2029年，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 DRAM 現貨價格直接腰斬50%，美光依然能靠這份長協，把每股收益硬托底在$100的紅線之上。要知道，短短2年前，美光的 EPS 還在0的邊緣掙扎，現在有了這份合同托底，瑞銀預計在2027年到2029年的短短3年裡，美光將產生超過4000億美元的自由現金流。4000億美元，這意味着之前市場恐懼的那筆超100億建廠支出根本不是無底洞，而是一次由頂級巨頭兜底的基礎設施投資。華爾街不是在給一家周期股重新估值，他們是在給一家掌握了 AI 底層基礎設施定價權的新寡頭重新定倍數。但這個完美劇本真的是堅不可摧嗎？華爾街的完美劇本，歷史給過一次又一次的糾錯機會，而且手段相當殘忍。每當分析師們高喊這次不一樣，永遠繁榮的時候，你最好本能的捂緊自己的錢包，因為在半導體這個修羅場裡，隱性聯盟和永遠繁榮從來都經不起人性的考驗。哈佛大學研究半導體供應鏈的專家威利士面對華爾街的亢奮，說了一句冷酷的斷言：那些似乎直插營銷的曲線絕對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你以為只有美光在瘋狂建廠嗎？看看他的對手在幹什麼。作為英偉達 HBM 供應鏈的主力， SK 海力士正在瘋狂的擴產，準備在今年下半年把 DRAM 總產能拉升到每月62萬片晶圓，這幾乎是2-3年前的2倍。三星因為在上一代 HBM 的競爭中落了下風，現在憋着勁要反擊，發誓把 HBM 專用產能暴增50%，拉到每月25萬片。這3大寡頭合併起來，2026年資本開支總額超過600億美元。華爾街在假設3家寡頭會保持高度的理性，大家一起維持高價和利潤率。建一座配備最新光刻機的晶圓廠要砸進去上百億美元，變成沉重的折舊壓力。機器只要一開動，多生產一片晶圓的邊際成本極低。一旦某家巨頭發現自己產能吃不飽，他絕對不會乖乖的停機。微觀經濟學
會驅使它立刻撕毀所有的價格默契，以低價瘋狂的傾銷，靠搶市場份額來攤薄成本。這不是危言聳聽，翻開歷史賬本就能看清楚。2002年，幾大存儲巨頭在私底下搞了個價格卡特爾，約好大家都不降價，結果美光眼看撐不住了，第一個反水當了吹哨人，把其他幾家全舉報給了美國司法部，直接把三星的高管送進了聯邦監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三星悍然發動逆周期投資，把全年利潤的118%砸進擴產，主動制造供需失衡。當年 DRAM 現貨價格暴跌了86%，直接把歐洲的存儲巨頭奇猛達逼進了破產清算。2012年，同樣的劇本再演，日本半導體的最後希望爾必達，在產能過剩和價格戰中窒息而亡。威利士教授還指出了2個被華爾街刻意忽視的隱形炸彈。第一個叫長邊效應，現在 HBM 極度缺貨，大模型公司和雲巨頭們陷入供貨恐慌，紛紛下達遠超實際短期需求的訂單。這種恐慌性的雙重訂購，順着供應鏈逆勢而上，被層層的放大，給存儲廠造成了需求永遠填不滿的虛假繁榮信號。第二個叫隱形產能， HBM 製造要把10幾層的硅片像蓋樓一樣堆疊穿透，早期良品率可能只有40%，但隨着工程師不斷的摸索，良品率一旦從40%爬升到80%，在沒有增加任何新機器的情況下，市場上的有效供應量瞬間就能翻1倍。當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新工廠產能全開，恰好撞上了全行業良品率大幅的提升，而下游雲巨頭發現 AI 算力根本變現不了那麼多錢，開始砍單。這3股力量交匯在一起，就是一場完美的雪崩。我說這些不是要預測什麼時間點會崩盤，而是要幫你認識到，所謂萬億帝國從來都不是終點，它只是下一個週期的起點。好，神仙打架的故事講完了，美光建廠，三星投產，華爾街的萬億狂歡和未來的崩盤風險，聽起來都是大人物的金錢遊戲。但接下來我要告訴你，這期視頻最刺痛現實的真相。這場遊戲已經悄悄地把手伸進了你的錢包，而且你還不知道。我把它叫做普通人的 AI 基建稅。3大存儲廠把最精銳的產能全拿去造 HBM 了。造 HBM 消耗的晶圓面積是普通內存的2到3倍，硅片就那麼多，都拿去造 AI 內存了。手機和電腦的普通內存怎麼辦呢？答案很簡單，嚴重缺貨，然後暴力的漲價。根據供應鏈追蹤數據，主流手機移動內存在2026年第2季度環比暴漲了70%以上。同樣的8G 加256GB 的配置，今年的合約採購價是去年的近3倍。一部高端旗艦手機，內存占總制造成本的比例，已經從以前的15%左右飆升到了30%甚至40%。你買一部手機，將近一半的錢是用來買那個存數據的地方。面对這種成本擠壓，終端廠商根本扛不住，只能把這筆賬連本帶利的轉嫁到你頭上。這場 AI 基建稅通過3重懲罰來收。第一重最直接，漲價。一向主打性價比的 Redmi， 在巨大的財務壓力下，不得不宣布上調部分主力機型的建議零售價。PC 端更慘，戴爾對旗下多個商用產品系列直接大幅提價，整體漲幅10%到30%。第二重叫配置倒退。前2年安卓發布會上大肆吹噓的24B 超大內存，在2026年幾乎要消失了。供應商根本不願為
利潤微薄的手機內存去排產。更諷刺的是在 PC 端，2026年本來被吹為了 AI PC 元年，按理說本地跑大模型至少要16GB 內存，但紅旗 CEO 陳進勝坦誠，在成本重壓下，他們正被迫把部分主流出貨機型的標配內存從16GB 降回到8GB， 為 AI 去搶產能，結果普通的 AI PC 因為買不起內存被迫的降配，這個諷刺已經超過了一般程度。第三重最深遠也最隱蔽，叫系統性通脹。對於只能買1-2千塊入門機型的普通用戶來說，廠商為了控制成本，這類手機的運存被死死卡在了極低的水平。當端側 AI 應用全面普及的時候，這部分人因為硬件底子太薄，徹底無缘享受 AI 時代的紅利，數字鴻溝被一條內存條硬生生的拉大了。微軟 OpenAI 在雲端練大模型，英偉達在賣鏟子，美光在收過路費，而最終為這場 AI 基建買單的，竟然是每一個走進商場想換一台新手機或者新電腦的普通消費者。這場風暴同樣在逼着企業做出決策。在這場危機裡，純粹的硬件組裝商毫無招架之力，只能看着毛利率被上游一刀一刀的切掉。當所有人都哀嚎內存漲價的時候，聯想卻交出了一份利潤逆勢狂飆的財報。原因是它旗下的 SSG， 也就是方案服務業務集團，這個靠賣軟件、IT 服務和解決方案賺錢的部門，僅僅用了前集團 12% 的營收，就貢獻了高達 34% 的營業利潤，利潤率高達 22.4%。這就是它在 BOM 成本被瘋狂擠壓時的救生艇。這期視頻講到這裡，你應該看懂了美光破萬億背後那條隱藏的商業暗線。過去5年，我們判斷 AI 公司牛不牛，核心只看算力。英偉達的 GPU 算得有多快，台積電的製程刻得有多細。但美光的萬億市值，標誌着一個全新認知的覺醒。AI 基礎設施的瓶頸正在從計算轉移到數據的搬運和存儲。處理器再強，如果存取數據的速度跟不上，也只能原地空轉。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內存牆。英偉達拿到了算力層的定價權，台積電拿到了制造層的定價權，美光正在用一份份的 LTA 的超長協議，爭得存力層和數據搬運層的定價權。產業鏈的利潤永遠向供需最緊張、最能卡脖子的環節流動。誰能在短期的時間窗口裡，把自己從賣大宗商品的供應商變成收過路費的基建服務商，誰就能跳出周期股的泥潭，拿到幾十倍的估值溢價。朋友們，如果你今年在考慮換手機或者換電腦，有一件事你現在就可以做，查一查你心仪那款機型的內存配置，跟去年同價位同品牌的上一代比，是升級了還是縮水了。這個細節能告訴你這家廠商的供應鏈壓力有多大，以及他在用什麼方式把成本轉嫁給你。如果你持有半導体相關標的，把2027年到2028年設成一個關鍵的觀察節點，每個季度跟蹤一次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今年實際投產進度，以及主要的雲巨頭資本開支是在加速還是在縮減。不管你是那個抱怨手機越來越貴的普通消費者，還是苦苦尋找 AI 下半場投資邏輯的交易者，你已經坐在了這張牌桌上。時代的洪流在滾滾向前，每個人都被裹挟着向前走，唯一的区別只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為誰買單。評論區告訴我，你覺得美光的 LTA 長期合同到了2028年到2029年會不會被買方強行撕掉重談呢？這裡是明野3000里的頻道，
我們不預測股價，我們只帶你用科技事件看透商業邏輯與資金流向。咱們下期再見。